今天我们来聊聊 RF2410-5f4USM 这个镜头。这镜头作为2018年 EOS R 系统首发护航镜头群里面的其中一支，长期以来作为 EOS R 系列的套级镜头存在。这镜头为什么有如此魅力？在2025年的今天，依旧有不少的人作为自己的挂机镜头呢？镜头采用14组18片的配置，里面包含了1片 UD、3片非球面。采用 Nano USM 马达、ASC 镀膜、IS 防抖、9片的光圈叶片、F4 的恒定光圈、防水防尘的设计，700多克的重量，在红圈系列也算是比较轻的镜头。清一色的自定义功能开关、对焦控制开关以及防抖开关。那这个镜头最近的对焦距离是45厘米，长焦端是0.24倍放大倍率。有时候我们要拍一些特写的话，这个放大倍率以及它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可能显得有些不够。相反，后面几年发布的银圈那颗24105的一个放大倍率最大能做到0.5倍，而且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也能去到20多厘米。画质方面，在24到70的焦段，画质能维持一个不错的水平。70到105的画质会有逐步的衰减，尤其是105毫米光圈全开的时候，画面存在着明显的像闪跟色差。当时拍这组样片的时候，我还用了索尼的24105拍了同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105毫米端光圈全开的时候，画面的一个锐度跟一个色闪的一个表现跟佳能那个差不多。何况索尼还是用了 M4 3000多万像素，可以说在这里完全没有体现像素的一个优势。很多人说狗定胜流变，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使用最便宜的小痰盂画质能不能比得过这个最便宜的红圈镜头。那为了照顾这个镜头我们统一采用50毫米焦段，采用 F4 的光圈进行拍摄。然后我们放大中心跟边角，你们觉得有什么区别吗？可以走一波弹幕看一下。虚化方面，在105毫米端 F4 的光圈全开下能提供一定的虚化量，但是即便采用了9片的光圈叶片，焦外的表现还是差强人意。之前提到的色闪问题，在光圈全开的时候也会比较明显。视频方面，恒定光圈可以保证视频画面的亮度的一致性。像我们拍视频一般是追求动态模糊，所以我们一般会锁着快门速度到180度快门角。那为了更好的一个画质表现，我们通常会把 ISO 锁在一个基础的 ISO。如果你的镜头不是恒定光圈，你在通过焦段的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频会忽明忽亮，做不到一个亮度的一个一致性。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支恒定光圈的镜头，我们在完全手动的时候也不会造成一个画面的忽明忽亮。那除非是你拍视频经常采用自动挡或者是半自动挡，通过机器进行一个曝光，那这一点你可能不是非常在意。这个镜头采用的是 Nano USM 马达，在对焦的时候速度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而且也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响动。相比那些银圈定价的垃圾马达来说，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了。镜头的呼吸效应也控制得十分优秀，利好视频用户，不会让你的画面有一种一抽一抽的感觉。防抖方面，镜头自身拥有5级的防抖，搭配有防抖的机身，可以达到8级的协同防抖。这个协同防抖有个问题，就是在广角端我们拍视频进行运镜的时候，它偶尔会有一种垃圾的现象出现。这个现象无法通过后期剪辑软件进行一个修正，而且后期强行叠加一个电子防抖，还可能会出现一个负面作用，让画面看起来这个垃圾现象或者是果冻现象看起来会更严重一些。那这个8级的防抖在长焦端会更稳一些。通常我们到50毫米焦段往后的话，如果镜头或者是机身没有防抖，我们手持的时候通常不会这么稳定。但是由于这个镜头加机身有协同防抖，我们在拍摄画面的时候能达到类似于稳定器的效果，而且也保持手持镜头的一个呼吸感吧。我们在这里通过开关防抖，让大家感知一下这个防抖的一个作用。在打开协同防抖后，画面的稳定性会提高很多。视频锐度方面，这个镜头的分辨率足以满足 6K 超采样 4K 的视频画质，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上到 8K 的话，会有些吃力。建议看一下 2.8 光圈的那个24105。镜头做工方面，镜身为了减重用的是磨砂塑料材质，看起来或者说摸起来有一些廉价感。那我这款是由于贴了膜所以各位是看不到的。那副正的遮光罩也是很脆皮，感觉稍微用力就会烂掉。变焦环的阻尼用久了也会松松垮垮的，我手上的这支镜头就是这样。好在这个镜头有锁扣，在不用的时候可以避免意外伸出造成损坏。
价格方面，我刚去官网看了一下，官方的建议零售价是9099块人民币。那二手的价格普遍也在6000多，这么多年过去了，价格也没有回落，侧面印证了这款镜头的一个含金量。截止到2025年，佳能一共发布了7款 RF 标准变焦镜头。在佳能的精准导法下，你会发现，作为普通用户想要兼顾照片跟视频，基本上你只能选这一颗 f4的红圈镜头了。那你想要焦段尽可能覆盖有24毫米的广角，同时为了视频的一个拍摄体验，你的光圈也得保持恒定，体积重量也想要一个不错的控制。那么这么看下来，你就只能选择这一款 f4的红圈镜头了。总结下来 ，IF24-105 f4 这个镜头，我认为是为3类人群打造的。第一类人群就是全能型的创造者，他视频跟照片都要兼顾到。那第二类人群就是摄影爱好者，追求一镜走天下，同时要兼顾画质以及一个便携性。那第三类人群就是视频博主，需要稳定的防抖、平滑对焦以及一些自定义的操控。那像这个镜头，它的拍摄视频体验是十分优秀的，像恒定光圈，像比较好的呼吸效应控制，还有以及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防抖，像这些功能都是视频工作者所需要的。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